PRM 与台湾并肩作战，在这个高关税的时期来临，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生存呢？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主题。各位观众晚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Daniel， 我是主持人 Jason。我现在来聊一个影响所有全球产业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关键字——对等关税。是的，川普他这次回来不是盖高墙，而是提高关税。就在4月9号对180国开闸的那前一刻，突然有了变卦。这次只给我们90天缓冲期啊，而且大家就像期末报告一样在赶火车，接下来的对策该怎么办？不过有一个国家，那就是中国反而呢，它被课到了145%的重税啊。没错，台湾这次比较幸运的呢，只有被课32%的关税，而且我们得到90天的缓冲期，缓冲期内刚刚有说过只有10%的关税，但是这个喘一口气，对台湾究竟来说是转机还是危机呢？白宫在4月9号公告，只要你愿意谈，美国就愿意等，让多数经济体获得90天的关税暂缓期。但中国不在此列，而是直接被课征了145%的税，还被剥夺了小额包裹免税优惠，这样出口还有电商业者都非常头痛。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以下的列表，是谁被课多少？台湾呢，原本要被课定42%的原地关税，现在改到10%，而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受到10%关税，只有中国受到除了原本104%关税之外，升高成为145%，欧盟的原本20%成为了10%，而日韩的原本24%跟25%也降为10%的关税，都跟台湾一样啊。对，大家平等。很多人在问，不是没有被课到重税吗？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这么担心呢？10%可不是0啊！而且90天的谈判期过后，谈判破裂的话，不让它添加了高关税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玩真的。哪些产业最有感？我跟你讲，像是笔电还有伺服器这类终端的 IC 产品，还有像工具机啊、自行车，以及我们的塑胶高端制造设备机械，这些呢都是对美国高度依赖的重灾区啊。可是我们的企业不是只会喊惨啊，很多企业都已经出手了。怎么个出手法？像是伟创啊、广达，他们已经到赴美设厂，稳住当地的囤货，也顺便稳住当地客户的信心。许多制鞋业大厂也纷纷移到印尼等区，避开柬埔寨跟越南的高关税重灾区。经济部还推出了880亿的纾困基金，银行放贷的标准也都变低了。但其实不等政府出手，我们很多企业可能早就比你我还要拼了。这场贸易大战就像是骨牌一样，川普的手指一挥，全球倒一片。中国跟美国在开启贸易大战，而欧盟暂且观望。东南亚一片小国，像是越南、柬埔寨，都在高关税的威胁下，外资只能出逃。但是台湾呢？台湾现在的外交系统已经出动了，我们前往美国与他们的专家谈判，希望达到的目标有像半导体这类产业有办法豁免关税，还有签订税务协定，以避免双重课税的窘境。再来最后推动投资与采购合作，让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韧性更加坚强。那我们的橡塑胶跟传统产业呢？我们的新闻头版在哪里？谁会报道橡塑胶媒体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我们要在这90天内生出一个关税协定嘛，不然最后大家都只能自食恶果。这集的资讯量真的超大的，我希望你们大家都有所收获。这不只是数据的堆叠，更是业界的警钟。我们会持续关注谈判的相关进程，也会在未来邀请业界的专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。我是您最信赖、最优质的橡塑胶媒体平台 PRM。那我们期待下次与你相见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。